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大家晚安，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读书会。今天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灾问13，第13集了，很快啊，日积月累到了13题了，总共回答了100多题的哈。有一句顺口溜啊，是这样讲的哈：花了时间拼经济，总要留点时间做慈济。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做慈济，至少懂得把钱捐出去。福报必须累积与持续，工作才会越做越顺利。一边拼经济，一边做慈济，人生才会越活越有意义啊！这个听起来像打油诗一样啊，而且很有道理哦。里面讲至少懂得把钱捐出去，把钱捐出去叫做学做好人，出钱出力嘛，学做好人。那一边拼经济一边做慈济，做慈济就是什么？来当志工嘛。来当志工就是什么？就是学好好做人。学做好人是慈悲，学好好做人是智慧，两个加起来就叫做福慧双修。好，里面又有提到福报为什么要累积与持续啊？因为粒米成箩嘛，有粒米的累积，才有成箩的结果嘛。那积沙成塔，有积沙的过程，才会有成塔的结果嘛。行善也是一样啊，所以才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没有人讲说行善之家必有余庆嘛。这告诉我们呢，只有偶尔行善是不够的，必须累积与持续，累积功德啦啊！这是讲积善。那如果是饥饿呢？不但没有积善，你还饥饿啊！不是肚子饥饿的饥饿哦，就是积不善的意思了。那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个家庭的命运就这个就不祥和了啊。同理啊，只有偶尔运动也是不够的，必须累积与持续，都一样的道理，才能维系健康啊。一善破千灾，我记得以前好像有提过，一善破千灾的意思，不是行善一次就可以破1000个灾啊，没有那么划算的，而是要累积无数的一善，到关键时刻的一善，才有可能去破千灾啊。所以要把布施行善当作一种生活习惯，日存5毛钱的竹筒岁月，就是在培养什么布施行善的习惯啊！要把规律运动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布施行善也要把它当作生活习惯啊！不是久久一次或运动了啊，不是久久一次或很激烈的偶尔运动一次，而是跟佛法一样要生活化。不但佛法要生活化，运动也要生活化，生活化才能够方便与持久，这样日积月累，容易看到成效。很多人学佛也好，学习也好，做事也好，运动也好等等，会不见成效，那是因为什么？一曝十寒呐。什么意思啊？孟子说的，虽有天下一身之物也一日曝之，10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即使最容易生长的植物，如果我们让它曝晒1天，把它冰冻10天，这样也不会长得很好看的。以后的人就用一曝十寒来比喻什么？工作或学习不能持之以恒，来形容不能持之以恒心智要成长也好，道业要有成也好，身体要健康也好，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不能一曝十寒以前读书会有提过兵可以1000日不用，但不能1日不练；法可以1000日不用，但不能1日不背，也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也好像什么烧开水一样已经烧到80、90度了，你把插头拔掉，水又开始冷掉了。这样的动作呢，
加温，然后又把它拔插头啊，这样的动作做的再多再久呢，这壶水也永远开不了。也好比是什么足球比赛，运球传球再怎么精彩，但总是缺临门一脚，这样也是功亏一篑，无法得分。这样就是叫好不叫座了。所以学佛也好，学习也好，必须心力加体力，还要毅力与耐力，其中一项若不济，绝对很难走下去。所以佛家有说一句话哦，法在勤中求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勤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精进，并使之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精进的人就是勤劳的人，他会很忙碌，但他不会有忙碌的感觉，因为这种忙碌对他来讲只是一种生活习惯而已的。而且越忙碌呢，越有时间。怎么会越忙碌越有时间？一般人都讲很忙没有时间的啊，哪有很忙还有时间的呢？妙法就妙在这个地方。真正做到正精进的人呢，他会很忙，但还有很多时间。为什么？因为他懂得用智慧安排时间，用善巧妙用时间，用速度换取时间。有时候啊，一些志工有事情要跟我交流啊，就跟我说哈，哎呦，继续师兄，我看你那么忙，不好意思打搅你啊。或者以前我在新马的时候当执行长的时候，那干部哈，那个事情他应该跟我报告，但是他没有跟我报告，但是他的理由是说，哎呦，继续师兄，我看你那么忙哦，不好意思打搅你啊。我就会跟他说，你没有找我，我会很忙；你来找我，我就有空。也有一些干部呢，碰到我就跟我说：“哎呀，建宇师兄，哪一天如果你有来我们那边可不可以请你顺便来跟我们分享？”我一般都会回答他说：“哎呀，顺便会很不便，要专程才会方便。”什么意思啊？你重视他，你就会专程啊；你不重视他，即使顺便也会很不便啊，因为无心没有那个心怎么会方便呢？有心专程也是很顺便的，对不对？因为你是随手说随口邀请，但是情跟诚不足啊，所以因缘难成熟。即使正是时间凑巧可以顺便去分享，那也是顺便之行，专程之心这样才是一种恭敬跟尊重。其实经验告诉我了行程都是事先紧凑安排的，哪有顺便的时间呢？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到台湾，都是这样子的，都是到哪个地方去，都是缘生就欢迎你来，缘灭就目送你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最后呢无影无踪叫做来去自如所以做志工也要培训，培养正确的观念，训练坚强的道心两个加起来就是培训嘛。培训的基础打好，才能把合理的要求当作训练，把不合理的要求当成磨练。有这样子的心地功夫，菩萨道上才能勇往直前，一切无碍好，那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你问我答第一题，为什么有些人不需要努力也能非常成功，非常富有？有些人虽然用尽心思，全力以赴，却还是不能成就。这个问题跟一句话的道理很类似，这句话叫做恶人作恶却享乐，善人行善却穷苦。看起来老天爷好像不公平，其实呢，这个要回归到个人的因缘果报也就是
其中必有缘故。以佛法的角度来解析呢，就是什么？有学历、有能力，也很努力，这只是事业成功的助缘条件。助缘哦，不是主缘哦，不是正缘哦，主缘跟正缘就是福报。所以是福人居福地，而不是福地福人居的。只要我们是有福之人啊，有福走遍天下了，无福寸步难行的。明明这个店面是路冲，但你冲我不冲，生意依然兴旺，因为我是命中有福的人啊，我福人居福地啊。相反的，如果我们福报不够，即使是景气大好，我们也会亏损连连的。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包括现在新冠疫情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嘛，把各行各业都重创了，但是有人还是发大财啊，不过大部分都重创了啊。但有人呢的逆势成长啊，绝处逢生呢，在这个时候反而赚很多的钱啊，这个是个人福报的问题。一个人呢有没有造福呢？是生命中福或祸、顺或逆的关键因素。命中没有的财库，任你如何费尽心思拼命去追求，我刚刚讲嘛，很努力有学历也是功亏一篑啊，最后还是枉然嘛。即使你如果没有福报，即使你去偷你去抢，也不会是你的啦，顶多是路过财神啊。其实老实讲你要去偷去抢偷得到抢得到，这也是跟福报有关的。但是这个是犯法的事情，所以也是过路财神最终这个钱也不是你的。一般人讲命运，佛家是说业力的；一般人讲运气，佛家是说福报或者福气。要事业顺利、家庭祥和、身体健康、婚姻幸福、子孝孙贤等等，就要多造善业了。善业多则福报大，福报大则诸事亨通。这就是以福转业、以善消恶的原因的道理了。如果已经在行善造福，但还未见福报，也不必气馁，因为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如果以恶小而为之而未见果报，不必庆幸，因为不会不报，马上就到。很成功或很富有的人，如果没有继续造福，让福报绵延下去，或幸福快乐，如果不是建立在继续造福之上的话呢，或过度的消福享福而折福，则终有一天也会因福中带业而福尽悲来这是我们生活周遭呢屡见不鲜的事情啊。好，第二题，我有一个朋友他经常做好事、走好路、说好话，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往生呢？做好事、走好路、说好话，这个都是造善因因种下去的就不会消失。如果再有好缘相助的因缘成熟，成就善果，所以因种下去不会消失，所以没有因生因灭，只有缘生缘灭，就是因缘果报观。如果一直碰不到如意或诸事，或者诸事不顺，障碍偏多，或做任何事都是层层关卡，都关关难过，这个时候就要提起正念呢，告诉自己，这不是别人所给，而是自己过去所造，也就是过去所造善因及所结善缘不足，以致今世障碍我们的恶缘跟苦报偏多了这就是业力，我们讲的业力嘛也可以讲业因人一生下来呢，就开始要迈向死亡，何时要往生也莫非前定，不是也莫非前定意思就是说命中注定也就是生死有别，富贵在天生老病死是人体事项，是自然法则，无人能免。人不是老了才会死而是业尽、福尽或寿尽就会死。棺材也不是用来装老人，而是用来装死人有些人是一出世就往生
有些人还没有出世，在胎里就往生了；有些人是正值青壮年，因意外或无常而往生了；有的是在事业飞黄腾达之际往生的嘛。也有老人院老人每天粗茶淡饭，却也健健康康活到90几岁了所以这很难讲。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活在棺材里面，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天就是棺材盖，地就是棺材底无常一来，我们就死在这个棺材里面了，大棺材里面了有这样子的警惕跟觉醒，就是无常观有短命的果，必有短命的因有长寿的果，就有长寿的因；有生病的果，也有生病的因；有健康的果也是一定有健康的因这位提问者的朋友还好有做好事，走好路，说好话，否则不到年轻更早的时候就往生了啦。能有这样子的思维，才是正信佛法的正信跟正念不能说我有做好事，我也捐钱了，为什么我的命这么短呢？这样就是不正念。如果有学佛还有这种想法，那就是白学了。好，第三题，不是说付出无所求吗？那么回向是否也是一种有所求呢？这个题目问得很好有没有所求，是看自己的心念。以平常心及恭敬心虔诚助念或虔诚的念佛，则有没有回向均无不可啦。要回向也可以，不回向也可以。正信的佛法是这样子，靠别人念不如自己家人念，靠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自耕福田，自得福缘个人吃饭的个人饱了，自己念是自己得，自己做也是自己得，这样就是自我回向了。像说个人吃饭个人饱啦，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啦，公修功德婆修婆德啦，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明示我们不是靠别人的回向，而是要靠自己活着的时候亲手遍布施，亲手去造福田，这也是一种自我的回向，不是靠别人回，靠自己所做来回向，这样才是正信的佛法。如果说还没有念佛之前就已经心存着我现在念佛，我要回向给谁？回向给谁？如果有这样的念头，则难免有落入有所求的心态，这样就比较不好了啦。你还没有念之前就已经有所求了嘛，而自己做是自己得嘛，更不可能回向给别人嘛。就好像说我吃2碗饭我回向1碗给你你吃得到吗？那一样的道理好，第4题，你相信命运吗？你相信算命的可以帮我们改运吗？这一般人都会有这个疑问尤其是没有学佛了，比较会有这种疑问一般人说命运，以佛教的观点叫做业力嘛，刚才讲了，每一个人都是随业往生的啦，随善业恶业去投胎了带业投胎嘛，所以命运就是凡夫业报生的命中注定，叫做定数。然而学佛之人可以靠福慧双修而自我改运，叫做变数，以福转业嘛，意思嘛，转恶为善的意思嘛，然而学佛之人也可以靠福慧双修自己改运刚刚讲这个叫变数嘛。过去所造的恶业已经定了，无法让它减少，叫做定业难转但是现在可以改往修来止恶防非积极行善造福让恶业少，恶业不能减少，但是你善业增加嘛，善业增加这个比例变成恶业相对比例就减少了嘛，叫做什么重业轻报，轻业化无啦，福业如果能够累积以持续，刚刚讲嘛，即使还有定业也可以什么重业轻报嘛，反之呢，恶业大过善业，则恶报现前当然就是诸事不顺凶多吉少所以命不必请别人算，也没有人可以帮我们改运命运的好坏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的言行造作，也就是人生的成绩单
往生的时候，这个是要给阎罗王看的，看要下哪一道。所以近似语说，智者运命，愚者命运。有智慧的人操纵命运嘛，没有智慧的人被命运操纵。以前我们有讲过，以没有行善布施，也心无正念，甚至习惯不好，则名字跟风水怎么改也没用，因为命运的好坏跟名字风水是无关的。所以不是改风水改名字，而是要改观念跟改习惯，从因上面去对症下药。你命运不好是因为观念不对，习惯不好，从因上面去改。要好命或好运就要种下好命跟好运的因。因果循环恒古今不变的定律，是自然法则嘛，无人可以例外不问你说我偏不信就变成没有。所以唯一能创造自己命运，唯一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信三宝，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这个道理。好，第5题，请问躁郁症的患者投入当志工，目前也正在培训，他也有意愿受证，他对外的情绪状况目前还算控制良好要靠控制控制良好，但他的家人却认为他有情绪问题，不适合受证家里人的看法是这样子这样是否还要鼓励他受证呢？这个是在我们志工系统里面碰到的问题好，既然是躁郁症的患者，他就随时会有躁郁症的症状产生这些症状包括什么？我们也看过这样子的志工这些症状包括什么？容易动怒、易焦虑、悲观、冷漠，然后自大妄想，情绪高昂，行为莽撞，然后做事无法专心，然后很多事情无法判断，丧失精神，心神不宁甚至呢有自杀的念头等等，这些都会造成他的人际关系、学习能力跟社会功能的重大的影响刚刚讲了，他对外情绪还算控制良好，但是毕竟症状还是会不预期的出现你不是痊愈的，你只是靠控制嘛有时候控制不好，它就会出现所以一旦有极端的行为出现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这个患者个人及团体或他所互动的对象因为他在培训，他有跟人家互动嘛，或者造成被跟他互动的人的伤害都有可能躁郁症比忧郁症更激烈这点还是必须事先去评估跟防范可以鼓励他来参加各项活动，借投入人群慢慢强化跟导正他的信念，也可以鼓励他多投入环保工作，转移工作的重心，转移生活的目标，以避免他自闭在家里想太多做太少而加重这个病情。这样的情况下暂时不鼓励他受证委员比较恰当，因为你一旦受证以后委员必须接受更多的承担、挑战、磨练、考验都好，都面对这些考验担心他无法负荷而产生压力，影响病情，这样就弄巧成拙了。受证他是要祝福他结果变成这样子，对病情是有害无利，那就不要。然而如果陪伴他也关怀他一段时间过后，他做得很欢喜，而且也获得很好的陪伴跟辅导，成效很好，而让病情好转，一直到最后痊愈的已经是一个正常的人了。在经过医生证实他是一个痊愈的人了，在这样各种条件都具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推荐他当受证委员。在慈济团体里面，这样辅导成功的个案也是很多过去是忧郁症、躁郁症或者更生人也是一样你还是要接纳他不舍众生慈悲等观对而且呢，在慈济里面很多这种以个案辅导个案也做得相当成功这个就是要看情形的要视缘应教，看他因缘成熟到什么程度给他适当的教法这也是一种妙法。好，第6题，
您分享时说到要学习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这样事情或理想怎么去实现呢？他质疑的，质疑说你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好像个人都没有什么定见这样你的事情跟理想怎么去实现呢？他有这样的质疑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放下知见，去除我见，是知见的解脱，也就是不坚持己见的意思了。那心空无见呢？是什么？是不先入为主，也没有心存定见，是放空的。学佛就是要朝着解脱跟觉悟的方向迈进，看开跟放下就是解脱跟觉悟的行动纲领了。你来学佛，你要解脱，要觉悟，你先做到什么事情可以看开放下？没那么容易从小事做起，从小事情先把它看得开放得下做起嘛，慢慢大事才有可能看得开放不下。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啊！净土也不是这样子讲嘛。所以一个人心中如果还有希求回报的执着或潜意识，他就会对人跟事呢看不开。心中如果对还有很多希求，说做什么事情我希望有所回报，我这个意见希望你能同意，那我这样的说法希望你能认同，对人家有所求这种潜意识呢，就很多事情会看不开放不下，就是这个道理。有时候我们自认为是无所求其实还是有所求，因为这样子的有所求的念头像尘沙般的维系，你以为没有，其实还有，因为自己没有察觉而已不易察觉不是没有而是我们反观自照的自省的功夫不够，所以可以做到对名利地位无所求，但就是对一样东西还是有所求，自己不知道，就是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也因此呢才说要学习什么？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这样烦恼才会跟我们说再见。因为你已经解脱觉悟了，所以烦恼就是消灭了，消除了。坚持己见的人呢，未必会把路走绝，但肯定会把路越走越窄。因为坚持己见的人呢，目中无人心中只有自己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最好、最重要。也认为自己是最懂最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想法跟意见。这样子的人呢，因为身着我见，所以大法难投，这是上人讲的。也会因为心门不开而正法难入。因此这样的心态的人，因为无法广结善缘，所以也会缺少助缘大事难成所以要实现，刚刚讲要实现理想或达到目标，不是靠个人的坚持己见，而是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和互协尤其呢，身为领众者，组长也是领众者负责人也是领众者总协调也是领众者那你说委员职称也是领众者因为你下面带一些志工，你也算领众者这样的领众者，如果可以集思，有那个心胸，可以集思广益，察纳雅言，甚至呢不耻下问，或者以能问于不能。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厉害了，但是我还是请教看起来比较能力没有我好的，但是他术业有专攻，他比我专业，我问他叫以能问于不能以这样的谦卑虚心的团队精神去做事的话，比较容易因缘和合而圆满成就。好，第7题，别人不对是我们反观自照的镜子。为了止息纷争，我们对的人可以向错的人道歉，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否也能用婉转的方式来劝这个人呢？来让他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呢？否则这个人要怎么进步先管自己有没有进步比较要紧的别人有没有进步也不是你可以强求的嘛，对不对？为了止息纷争，对的人先向错的人道歉，这已经是很不简单了因为这是放下而得到解脱你错我对，我跟你道歉，因为我不想跟你纠缠不清，跟你止息纷争。这个是修养很好的人他就是放下而得到解脱了。
别人要不要修行，那是别人的事。我们要修行，就要修的心宽念纯。修行者如果要体会入佛境界，就必须先从自己充实，先自我调整，先自我改善，不要一直想着要去改变别人。虽然改变别人是觉他，改变自己是自觉嘛，但还是要从自觉先做起。能做到可见可不见，可闻可不闻，或见而不见，闻而不闻，这个就是潜藏涅槃的滋味了。学佛就是要学这样子啊。那至于要如何去觉他，去改变别人，刚刚讲嘛，对，这个要怎么进，我们怎么让他进步呢？啊，当然有时候慈心悲怀了，要让他进步，这种也是慈悲啦。但是我们要懂得道理，如何去觉他，去改变别人。这个要人缘、地缘、时缘都具足了，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具足了，这个时候有缘讲话就是真理，就容易度化人了。如果你不能察言观色，或不能视缘应机，沉不住气，就贸贸然要去导正别人，或提醒别人，反而造成别人的不开心或伤害。相反的，如果能审时度势、应机说教，很善巧的点醒他，而让他欢喜接受，也不会让他觉得很难看，这样就是巧妙用法，而让彼此之间的互结好缘，互为善知识。这个要投入人群去实际体验呢，时间久了就会变成自己的实战经验了。这个过程也是很多的学习啊。然后第8题啊。如果发觉彼此之间很没有缘，同时也没有其他的助缘，但是又想改变双方的关系，请问有什么方法吗？没有缘或缘不好，自有其因啊，其中必有缘故了。要从因去对治做改善，因为菩萨为因，凡夫为果。看到那个果没有结好缘的果，就要想到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个因在哪里。所以平常自己就要种善因，起善念，结善缘啊，这样才能够缔结好人缘啊。上人呢曾经开示过，上人说木雕泥塑或纸画的佛像，我们都会恭敬礼拜。生活周遭的法亲或亲朋好友，怎么不能去礼敬诸佛呢？这些都是未来佛啊。同样，你所说的大爱，这样你所说的大爱，到底要去爱谁呢？上人这句话也是一针见血。你灾民对他这么好，难民你对他这么好，旁边的法亲、自己的家人对他们这么不好，那你这个爱心是什么爱心的，对不对？所以既然学佛了，就不要只做一个对的人，还要做一个慈悲的人。做人讲理还不够，很讲理，却也很会咄咄逼人啊。结果呢，理多情就薄啊，变成很有理但很无情啊，变成这样的人啊。所以理直要契合嘛，得理要饶人，这大家都知道。净思语常常在讲嘛，对啊，甚至对的人呢要向错的人道歉。这个听起来有点纳闷或不解。但是唯有如此，你才能仔细分真嘛，否则他不放过你呀。对啊，你先放下，谁就先解脱了嘛。上次不是讲嘛，要成佛的人就自己先改嘛。你不成佛，就继续沉沦下去喽，继续去结恶缘喽。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子嘛。所以净思语有一句话非常好，这句话呢，我从30年前刚开始做实习的时候，我就把这句话牢记心头。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即使你去做访视，也是很好用的。尤其在人群中跟人互动，这句话也是通。这句净思语怎么讲啊？大家把它记下来。处理事情要将理智蕴藏在感情之中，这个就是外圆内方。与人相处刚刚是处理事情，现在与人相处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这叫做
随方就缘呐。君子就是随方就缘呐，很随和，跟人家都很容易相处的意思了。所以这句话就是圆则跟圆融兼顾的中庸之道，也是佛法的至善圆满之道。这句话很重用，很重要。与人相处要多讲情，少讲理，刚刚讲才会到处结好缘呐。所以上人才说啊，慈悲跟智慧不能兼得的时候呢，要选择慈悲；感性跟理性不可兼具的时候，要选择感性，就是这个道理了。自己先反求诸己，检讨自己，改善自己。一旦自己改变了，就容易影响别人。自己先做到心中有爱，日积月累，总有一天会因缘转变，而人见人爱。如果因缘还是不具足，则不必太强求。虽然你想跟他结好缘，但是因缘还未成熟，只好一切随缘，耐心等待因缘。将来有一天，我们就把握因缘来了，我们就把握机会啊，跟他化解恶缘，结善缘啊，就是这样子。好，第9题，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件事情，或上人的某一句开示，会因个人的角度不同了，而各有不同的解读。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去觉它呢？如何去觉呢？如何去觉悟的意思了？好，听到同一句开示，有时候是一因说法，法随众生各得其解；有时候事众同闻，法味同解。对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甚至是别人说的一句话，不同的人因不同的角度，都会有文辞虽异，其意相异。语言文字都一样，但是意义完全不一样，都有不同的解读啊，这是常有之事了。所以文法跟用法要秉持4个原则，也是学佛的4个原则，是一是不一啊。以前也讲过了啊，但是我们今天提这4个就好，内容我们就没有解释了。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这个我们以前解释过了。有时候我们针对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今天跟昨天的看法都会有所改变，甚至连心情好坏都会影响我们对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人的观感跟判断都会不一样啊，何况是不同人的不同角度。但是呢，法无定法，相无定相啊，只要是心存正思维啊，也就是起心动念不离正法，正法就是我们的最高指导原则，则不论我们的角度如何不同，看法如何不同，即使千变万化，它仍然是什么？万法归一，道理还是不变的，真理还是不变的，道一以贯之也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法脉的重头还在，宗门一大堆，众串一大堆，但是全部什么？万法归宗，重头还在，它统领一切法，最后都是殊途同归，无有二路，重头只有一个，没有2个的。因此呢，虽因角度不同而造成解读的不同，但个人所觉，你所觉还是离不开智性跟正性的范围啦。这就是大乘佛法在不同根基的人身上说妙施权产生的应机妙用啊。以慈济的法门来解释，叫做什么？种种权教，悉归实质啊。也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啦，百千万劫难遭遇，一圣真实法，种种方便的教法，全部归到真实的智慧里面去了。啊，刚才讲过，就是方便走入真实嘛。这个要静下心来，慢慢去体会。我们刚刚有几个很重要的那个字哈，那个词啊，记下来，慢慢去体会。好，第10题，作为一个佛教团体，慈济有提倡修行吗？还是比较注重行菩萨道？慈济的法门是以慈济宗门跟净思法脉作为一条双轨并行的真实之道。慈济宗门是人间路，是为众生啊，是悲门嘛，刚刚讲过嘛。
经师法脉是菩提道，是为佛教，是智门。人间路跟这个菩提道要衔接起来啊，这样才是什么？一边做着凡夫的事情，一边迈向圣者的境界，叫做圣俗合一啊。目标是哪里啊？迈向超凡入圣。悲智二门就像火车的双轨，好像人的两只脚一样啊，两个要怎么样？相辅相成，并驾齐驱，不落两边，不偏不倚，依中道而行，叫做中庸之道，也叫做中道实相啊。既然福慧双修是中庸之道，因为不落两边嘛，是中庸之道嘛，那就不能只是修于内，还需行于外，不能只是独处自修独觉，还要群聚共修觉他啊，这样有觉又有行，有内又有外，觉行圆满，就是成佛之道啊！佛陀在用了42年的方便法去适应根基不同、不整齐的众生之后呢，深深觉得不把握时间，把心中最所要说的一圣真实法讲出来，会来不及。因此，把握最后的7年呢，即时畅演《法华经》，而这也是佛陀来人世间最大的本怀跟目的啊。所以，《妙法莲华经》是慈济菩萨道的基础，而其中的《无量义经》更是慈济4大志业、8大法印的精髓所在。因此，我们如果不行入人间菩萨道，一边走入人群，一边深入经藏，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无法去体会佛的心境了。总而言之呢，修行就必须走入菩萨道，走入菩萨道就是在修行。每一尊佛都要经过这个菩萨道的菩萨行，而菩萨道的最终的尽头就是成佛道理就是这样子了啊。好，最后一题啊，第11题，有一些志工认为了做慈济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见习跟培训呢？这个要怎么样回答做慈济就好了，就是说做志工的意思了。我做志工就好了嘛，我干嘛还要去上什么培训课干什么？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培训有提到说培养正确的观念，训练坚强的道心。新进志工参加见习，这是让我们什么了解慈济是什么团体呀？你要加入这个团体，你总是对他要有了解嘛，对不对？它是什么团体叫做见习，让你了解还有让你了解我要当志工，我要怎么样去投入，有哪些方面们可以投入的这是初阶的啦。见习之后了解我参加这个团体，你见习之后继续进入培训，就是要加强我们开始做志工了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就要加强我们做志工的精神跟理念这个是属于进阶版的。好，见习过了，培训也过了，最后那个推荐审核可以推荐委员支呈了。这是如来家业承担使命的开始，这是高阶的，因为开始进入什么炼铁成钢、琢玉成器的领域里面了要千锤百炼、千雕万琢了。以前感觉被磨得很痛苦，现在要把功夫用出来了。因为你有经过见习培训功夫要拿出来用把痛苦变成痛快这个就是做志工透过慈济让慧命成长的心路历程参加志工活动去利益众生、兼利他人，这是学做好人。做过之后再来精进培训，从中调整做人处事的心态，跟调整自己做志工的脚步跟方向，这是学好好做人。因为这个需要智慧刚刚也有谈到这个学做好人、学好好做人嘛，但是举的例子不一样所以学做好人是造福学好好做人这是修慧，两个并驾齐驱就是悲智双运你看用诸四法，放诸四海皆准。虽然这个词我们常常提，但是举的例子都不一样经过培训，我们才会懂得用智慧做好人、做好事，也才会懂得做有智慧的好人，做有勇气的好人，做有原则的好人。投入志工是善根启发了，就好比把一颗幼苗或种子种下去了，但还需要什么
施肥灌溉啊，它才会茁壮成长啊。这个施肥灌溉的这个动作就是培训啊。一棵树要成长，一定要施肥灌溉嘛，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总而言之呢，已经来学做人间事了，那是方便全教。刚刚讲嘛，一个方便的门让你进来当志工，已经学做人间事了，那是方便全教。如果再继续学习以出世的精神来投入，那是真实实质。我是用智慧在做事情哦，我们做广纲哦，我是有法脉的哦，把法脉用在这个宗门里面哦，这个真实实质啊，这样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也叫做什么全教。刚才讲过，全教入实质，所以志工为何要培训？道理就在这里这个地方了。好，我们今天讲的11题我们就到此结束。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感恩大家，再见。